完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现在呢，川普祭出了这个关税那各国怎么反击？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部分中国大陆呢现在5招来做反击是组合拳的方式来回击川普的新关税11家的美系呢涉台军事列为不可靠清单。那这样中国的商务部开列美国11家不可靠的这个实体清单禁止从事跟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也不得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那现在要报复川普中方呢对所有进口美国商品直接开征加征34% 的关税。现在从4月10号开始对所有美国的商品额外再课征再课征34% 的关税，来反制川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措施。那反制美国。中国的商务部呢，这个海关总署呢说，对部分的中重的稀土的项目来进行管制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些稀土项目都要进行来做7项来做一些管制。那还甚至呢暂停了6家美国企业的农贸物输往中国，管制16家的美国企业呢特定进出口的业务。那中国大陆呢甚至还出手在反制。对美国还有这些医材启动反倾销的调查。那现在呢，包括了中国大陆的贸易商务部呢，救济局公告，对原产于美国、印度的进口相关医用的 CT 球管发起反倾销的立案调查。那中国在世界贸易的组织WTO 也起诉美国的对等关税现在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也向 WTO 就美国向全球加征的对等关税呢，在 WTO 争取争端。解决机制来提醒诉讼。那现在的他的商务部的说法是说呢，美国的做法呢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将严重损害 WTO 的成员正当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还有国际经贸秩序，这是典型的单边霸凌做法。话讲得很重。好，那再看到了川普的关税会不会变成自商权？现在可能连有些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现在有美国媒体都直接讲了，说哎呀，这个川普的说法是说中国出这招是他们错了，他们慌了，他们承担不起。还有人说呢，这个是许多来到美国投入海量资金的投资人，我们的政策呢永远不变，那这是最好的发财时机，比往往都还更有富有现在美国有一派还在觉得说，这样做很 OK。那现在卢比欧辩解还怎么说？他说美国需要回到制造业的时代。有没有听看卢比欧怎么说？ So I don't think it's fair to say economies are crashing. Markets are crashing because markets are based on the stock value of companies who today are embedded in modes of production that are bad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o be a country that thinks we're the largest consumer market in the world, and yet the only thing we export is services. And we need to stop that. We need to get back to a time where we're a country that can make things. 好，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呢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很多媒体不这么想，尤其很多国外媒体、美国媒体都认为说，根本有可能是开倒车的一个情况说可能会让中国再次伟大。因为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就直接说了，以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为题，发表了2个版面，一个是说，川普手持的这个将矩阵将美国版图活生生切开的卡通画面这个拿个锯。另外一个呢是在亚洲要发行的版本用川普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帽子当做 logo 吸引大家眼球，上面写了让中国再次强大这上面直接写出来所以很多国外媒体的看法其实跟川普是不一致的，甚至还有美国媒体点出彭博社就说了，川普的关税措施的确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但这也反倒让中方开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能够使他跟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主要盟友全面关系深化反而是让其他的盟友、其他的国家关系更紧密了。那川普的对等关税不只干扰经济吗？恐怕还威胁一些军事包括 F-35等，还有包括潜舰等军火生产，会不会影响到呢？也引发大家讨论，因为可能会搅乱五角大厦花了数十年建立的全球供应链使得美国的武器更贵，而且并且能够让反制中国的国际努力更复杂化例如包括像美国、英国、澳洲等3国的合资做的一些潜舰计划，可能就会有些变数出现了。那美国的股票也出现重挫的情况3大股均跌幅超过5.5%，包括道琼、纳斯达克还有标普500都已经跌了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更有纳指数更是相较于去年12月历史高点已经跌了将近22%了，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熊步。那血腥的这个星期五创美股纪录
川普关税之后，直接蒸发了6兆美元哦，等于台币了将近198兆，直接市值蒸发，美股更是直接跌了3天。那现在有很多盟友就直接说了，要抵制美国货啊。加拿大还有许多美国的葡萄酒、烈酒啊，商品正在下架哦，直接抵制。那甚至呢，还有在法国呢，它特斯拉2025年的2月份销售量下降了26%。那名为抵制美国购买法国跟欧洲产品的社群呢，媒体群组已经汇集了2.5万的网友名单哦，所以这个势力看起来情势非常险峻。那现在也苦了很多美国民众啊，美国民众也被害到啊，因为川普的这一刀一挥，很多的民生用品啊反而变得更贵了，包括什么？包括笔电，包括鞋子。包括玩具，包括服装，所以美国人现在买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变得更贵一个情况。那美国人开启疯狂的囤货模式，买什么？买电视啊，买中国做的电视最多啊。哦，这个是全美各阶层的民众已经掀起一种未雨绸缪的这种消费式的感觉。那有一名50多岁的纽约市民表示，在跑了很多家商店，而且向店员争取之后呢，终于让他抢到一台中国品牌的电视机，所以引发了这样的抢购潮，在美国各地上演。然后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中国出5招牙来反击美国？中国大陆其实早就一直在因应准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定会对他下手，只是下手的程度到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就是美国一出台这些政策之后，他马上就宣布我要对你反制裁哪一些东西。是，所以这才是表示先前有在开会，有在准备啊，哪像我们，我们不是讲的跟真的一样，说10%到35%，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早就已经商谈过了，早就做过推演了。结果呢？结果人家一公布32%，你吓到不知道该干嘛。是，还躲了1天哦。对啊，然后躲了1天之后出来讲，就又是花钱补贴。是，除了这个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做事，看得很清楚啊。大陆这些反制措施一定会有用吗？也不一定。但是至少人家做出来这些动作，是。因为身为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主权国家，我跟你美国平起平坐，凭什么你单方面对我征这么高的关税？对，那我当然就是要反制嘛，这没什么好讲。这样下去，我相信中美双方都会受创。那当然，川普在那边故意得意洋洋说：“你看，你这样做的错了，你这样就完蛋了，这表示你们慌了手脚。”你确定你的民众是这样看？我们先不要说川普自己本身是不是这样看，显然美国民众不是这样看的。是啊。看起来是美国民众慌了手脚，没错，大家吓了个半死啊，因为不知道你这个疯子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啊，不就这样子吗？所以整个股市汇市全部都演给你看啊，然后整个市场的反应就是一片哀嚎。那问题是，现在美国还在讲是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我请教一件事啊，你们美国人忘记当初制造业是你们自己赶出去的吗？你们就是嫌制造业会污染啊，赚钱太慢啊，对啊。这个美国不需要这种产业，才把制造业踢出美国了。那现在你发觉情况不对，你要拉回来，请问一下，你用这一招就可以拉得回来吗？美国要不要去想想看，现在这些制造业如果不是在东南亚，不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其他这些相对劳力比较便宜的地方，你回到你美国造你要多少钱？你美国人自己去算算看，你自己去想想看嘛。美国要重新回到这样的 OK 的，你们自己做。因为你的产品在全世界不会有竞争力哦，大概只有你美国人才会买。是，那你美国人准备要花多少的代价来去做这件事情？可以啊，你美国可以让制造业回去啊，我等着看美国没落。这是摆明会出现的事情。美国真的要玩这一招吗？这蠢的厉害。老实讲，我一直认为川普现在是在摆一个姿态。他摆一个姿态之后，要求世界各国都来跟我谈。对，然后来谈之后看会让利多少。我觉得这是川普的姿态，但他如果真的不敢像他所说的，真的永远这样关税下去，我告诉你，第一个倒霉的绝对是美国自己。是，好，请教李教授，李教授现在连美国媒体都在嘲讽川普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关税一定是两面刃啊，是，所以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只是谁伤得比较重，好，谁的承受程度比较高，好，基本上是如此。但我们也知道说，川普基本上他的哲学就是非常信奉关税，而且他整个团队对外所呈现的这个给人家的感觉都是呼应川普的这个经济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当然他也说啊，你看他的讲话是反来覆去，一方面说我不变，对，一方面更早的发言是说我等着大家来跟我谈，但是川普的确有一个是把关税视为是让国库收入增加。这一点他其实讲过非常非常多次，非常非常清楚。那第二个是中国大陆的反制措施，我们仔细看前2次因为川普2.0的时候2次10%，
其实当时的北京都有一定程度的回击跟反制，但是是比较符合比例式的，是都没有开到底，火力开到底。但这一次34%其实就是哈，因为基本上这个美国对中的关税累进的结果是，本来就是平均13%，两次10%，加上这一次34%，就是67%，将近70%了。所以北京这一次的回应的这个措施是这个范围跟深度都会比较强。是。那我们再看一下哈，美中的这个贸易，以去年来说哈，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如果扣除到香港，大概是1400亿美金。那中国输往美国的这个商品的总数呢，在4400亿，所以两个国家对美来说的贸易逆差大概是2900亿美金。那以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商品是以哪些为大宗呢？基本上还是农产品，而且主要集中是大豆、玉米、小麦，部分的肉品，还有部分的这个工业机械的制品，还有一些少部分是能源。所以中国大陆目前来说，它的反制的这个措施，大概要从这些领域里面看能够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那主要我觉得还是农产品哈，尤其是伊利诺州、明苏达州、爱荷华州，这些是美国的红州，西南部比较多是这个所谓的农业州。是，但是因为川普已经大打预防针，叫他的选民说你要撑住，长远的胜利是我们的。但是即便是如此，包括刚刚所讲的美国的媒体，还有大家应该有印象，一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克鲁兹，共和党籍，他也在这几天有预警，他说如果这样的趋势不变的话，我们要非常小心2026年的美国期中选举，因为到时候可能我会输掉国会的多数，而且不是只是参议院或众议院，有可能双方2个议院都会输掉。这是克鲁兹，而且是川普，基本上是川普的盟友，这2天所发出的一个警讯了，所以代表说目前就要看谁撑得会比较久。那以目前川普的个性而言，是我这命令下达，短期之内大概没有调整的空间。但是这个还是要看比较长远，因为它对美国同样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是，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这个川普前一天才宣布说是对各国来讲的话，所谓对等的关税对中国大陆是34%但是我没想到中国的这种回报的速度是这么的快，因为其他不管是欧盟或者是加拿大，大概都还在只是放话的阶段。是，那甚至于我们看到越南就立刻投降了他说零关税。那但是没想到中国速度这么快，而且中国我觉得挑这个时间也蛮有趣的，他是在昨天晚上6点钟宣布说我们要对等关税制裁你也征你34%那个时间川普在干嘛呢？我看那个时间川普可能还在刚睡觉搞不好被摇醒了说中国的报复来了34%，我觉得川普可能是在那种惊吓之中被起床，他出乎他预料之外，就居然中国敢对他也同样现在还没看到美方有做回复嘛？对，有啦，美方这个川普有讲这些话另外来讲的话，就像是刚刚李教授所讲，其实双方来讲的话，这种一个是这个4400亿，一个是1400亿的这种互相的贸易的这种金额来讲的话，其实美国就有一个学者出来讲，你中国敢报复，我们是大炮，你是步枪，你居然用步枪来对付我们的大炮。没错，确实这样，确实是大炮对步枪4400亿跟1400亿，但是你要知道，中国那个步枪是狙击枪对不对？它是狙击枪，它打得很准，它就一枪命中你的要害，精准打击。这精准打击，为什么我们看到它这个几项东西来讲，比如说是这个，尤其是这几个这个稀有金属来讲因为我是军人比较了解所以像它这个它是什么？它是坐在雷达上面的。那美国现在嚷嚷着要这个发展 F-47的战机，那是不是就做不出来了？那你一艘军舰来讲，因为要用上吨的这个稀土，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后续这些军武发展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不错，2个国家来讲，互相用贸易的这种制裁的报复，提高关税，其实对2个国家都一定有伤了，绝对不可能说没伤。但是就像是这个问题是谁能够撑得久？当然我特别要讲其实你认为美国撑得久还是中国撑得久？当然这个川普跟他老百姓说你们要忍住，我觉得习近平也跟他们说我们也要忍住，那看看谁能够大家一起忍，那看看谁能够忍得久。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跟美国就是不一样嘛。美国他们讲的是这个自由平等然后那中国来讲，中国的老百姓就比较能够吃苦耐劳当然也比较这个民族心、荣誉心也比较强，所以我觉得这中美2大国在这种贸易互相的这种对砍之下那我相信平常一讲，我认为说是美国撑不了3个月。看很多民众已经觉得说，很多笔电、鞋子都变贵了。
不只是这样，昨天我们就听到有一则消息啊，昨天这个中国这个一讲以后，他马上就有两条原来要运往美国的货船就不出发了。那现在美国就开始囤货了嘛，是老百姓开始囤货，紧接着就是，当然他可能不会跟我们一样，台湾在囤卫生纸了哈，但囤货结果就一定造成物价就一定上涨，可能还没开始，大家已经先蒙其害。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如果说以两个国家的民族个性来讲的话，跟政治体制，我觉得中国会撑得比美国久。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最近有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网红哦，大家封他是甲亢哥。他在 YT 上面啊，哇，订阅数不得了，3800万的订阅数啊。那他最近呢到了香港去哦，哇，也引发大家讨论，甚至他也去参加这个香港的一个打小人的一个这个活动。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打。You curse, you cursing, you goddamn curse. Is this a real thing? Chad, does this actually work? Okay, if somebody ever comes up here and say, I want to curse Speed, be like, hell no. Say no, we're not cursing him. Chad, so don't come up here and try to curse me. Hey, this is my lady right here. 好，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网红就是美国非常知名的美国网红啊，叫大家封他是甲亢哥了，因为甲状腺亢进，然后感觉非常激动，非常的有名。好，那他这一趟呢到香港去呢，旋风式啊打卡香港，在10个小时之内啊上演了一场港式的文化极限挑战。走访了香港的非常多个地方哦，那直播呢也搭了9个小时左右，从那个铜锣湾的街头一路吃到庙街，从海洋公园啊玩到狮子山。那他来香港之后呢，也造成全城轰动哦。香港的旅发局就说行程都是他自己安排的，但是他所到之处旁边都是人啊，大家看照片有没有？这个甲亢哥到了现场之后，后面都是拿手机在拍他了，好，几乎想要野生捕获他的那种感觉啦。好，那他自己安排行程之后呢，他甚至之前还到了，包括像上海去，他到上海去这篇 YT 啊，来到了975万的观看人数。好，他甚至还到了这个中国很多的城市，包括北京啊、上海啊、河南等等的。那他甚至还有激动的后空翻。我们看看他后空翻的情况。1 million subs the whole China tour. We hit 37 million and 38 million. All in China. 他为什么会这么激烈的后空翻？因为他这一挂的这个中国行之旅啊，让他的 YT 增长了将近100万的关注啊，从3700万的订阅数来到了3800万，所以他嗨翻了嘛。所以当下呢，直接后空翻，激情的后空翻来给大家看。那他现在被网友封为有个最好的22分钟，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甲亢哥在游香港之后呢，大获好评啊，有一个浙江绍兴的女孩，大家说她娃娃音啊，有点暖心又可爱，但是她说她常常被人家嘲笑。到那暖心哥，这个甲亢哥呢，后来化身成暖心哥，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What does that say? It's not a good word. Just laugh at me. Laugh at you? Don't listen to them. See, look, in this world, honey, you gotta understand that. In this world, people gonna laugh at you, talk about you, be hateful towards you. That's part of life. So you just have to stay strong and be you.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a nice voice. I believe you. Don't worry. You have a good voice. People talk about me all the time. People say I got a big nose. I'm musty. I'm black. I'm trash at football. We just gotta get stronger and ignore that. 真的是展现出这种暖心的一面呢。因为知道这个女孩呢，这个绍兴的浙江女孩，她说她因为她天生娃娃音的关系常常遭到可能同学的嘲笑。那这个甲亢哥呢，他就说，不要这样子，你声音很美，好，不要让别人影响你，你就快乐做自己就好了。真的也展现出他暖心的一面，甚至他还为他唱他生日快乐歌，用中文来唱这对一个美国的网红来说非常不容易。那这一系列的举动呢，其实也登上了一些中国媒体的杂志包括环球时报还有中国新闻网的媒体呢，都有报道一系列的相关故事，那甚至还登上了中国的热搜。那甚至呢，他也到了这个少林寺去因为大家问他说，你觉得哪一座城市你比较有 feel 你比较觉得比较好？他说，在他心中是在少林寺的那一期。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He was better, Chengdu or Chongqing? My favorite stream is the monk stream.
when I became a monk. I rank that first, in my opinion. I think that one's first for me. 10 out of 10. 10 out of 10. 好，看起来他对中国的评价非常的高。那记者问他说：“满分10分，你给他几分？”他说：“满分10分。”哦，直接给满分的情况。那现在呢，是不是有人开始眼红这个甲亢哥的网络效应了？川普是不是想要想要抖音呢？因为川普的关税呢毁了 TikTok 交易哦，2度续命75天。他说我们的政府一直想保住 TikTok 的协议，那并且取得巨大的进展。那这样的协议呢，需要更多的工作来确保相关的核准。那这个就是他签署行政命令，让 TikTok 再运行75天的原因哦。但是呢 ，TikTok 的交易呢，本来快速达成了吗？现在外媒指出说，川普祭出对等关税之后呢，北京现在翻脸拒绝，因为根据外媒的报道，这笔交易呢本来几乎已经达成了，但因为最近的关税议题已经砸锅了。那 TikTok 现在到底卖不卖呢？字节跳动说跟美国政府商谈中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看起来可能还有些分歧的一些意见所以看起来会不会卖呢？现在也打上个问号。那美国媒体也指出说，应该加入投资团体收购 TikTok。那沃尔玛否认这样情形。那今天给予否认这个没有这件事情。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个甲亢哥在香港引发了这个渲染的风潮，而且还蛮受欢迎的，甚至还也蛮暖心的。你怎么看这个热潮？其实很简单嘛，因为他有3800万的粉丝，现在本来3700万，现在要增加到3800万。对，然后他的特色就是从头到尾就一直直播不停的。对。所以他既然在直播，你是香港人，看到他在那边的话，你如果刚好又在附近，你会不会过去看他？想去上个镜头对啊，这很正常嘛。是，对啊。那所以他旁边一定到处都是人。那只是他也蛮有趣的，我觉得谁教他的，他居然会知道香港有打小人这种东西。对，蛮有趣的。对啊，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我自己还没有亲眼看过。那个打小人是香港的一种习俗啦，他们就是比如说谁得罪你啊，或者说谁对你不好啊，或者你就可以，其实这是一种拿个拖鞋这样打对，就是一个诅咒，什么打你的小人头，打你的小人手，是，蛮有趣的习俗啊，蛮有趣。那个其实，在香港当地就是那个不是你自己打，其实你花钱可以请他帮你打。对，他们就是看你要打什么。好像旁边有个奶奶会帮忙打。对，这些都老人家在，因为年轻人会这个的应该很少。是，对啊，所以这是蛮有趣的活动啦。但是也不要当真啊，那个不会真的实现。这就是好玩而已啦。那当然他会很兴奋，那可是我就觉得他也适时的发挥他自己，就是他不是只是一个就是引人瞩目的网红而已。我觉得他那段跟这个浙江绍兴女孩讲的那个就挺好。他就讲说他自己也常常被人家歧视啊。对啊，他自己也遭遇到很多问题。他因为肤色的关系，他说他就是自己也被歧视。一切就好，就是不要无视这一切就好，你还是做你自己。那当然啦，他有做自己的本钱，为什么？因为他很有钱，他受到关注。那一般人就不是这么容易的。那其实娃娃音会被人家嘲笑。对啦，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哇，你讲话怎么这么像小孩子？可是很多女孩子希望有娃娃音，希望不到。其实听起来很可爱啊。对啊，像我们好几位明星啊，比如说以前的大前辈林美照啊，这些对，他们的这个声音也都是很好听的。对，反而是他个人的特色，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丢脸或是觉得不好意思的。那至于说他最喜欢的居然是河南登封。我也觉得挺趣味，蛮有趣的。他去少林寺这样子。对，他那时候他说他在我当和尚那段时间，因为他戴个头套，然后自己是个和尚，因为他很喜欢少林武功嘛，就在那边练功夫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自己来讲是充满回忆。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借由他的这一段行，让大家看到中国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平常可能媒体可能有各自有立场，所以有的报道好的，有的报道坏的。那现在不啰嗦，就是一个网红，他带你走遍中国到处各地，四川、重庆、河南啊，到处去看上海、北京，那就让你看看真实的中国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子。是，那喜不喜欢就你自己去判断。我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越多，可以让大家越了解真实的中国到底是什么，这样会比较好。那至于 TikTok， 我必须讲啊，川普现在在延75天，你觉得中国大陆会卖吗？我根本不认为会卖。因为其实美国一直要 TikTok 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想要把他们那个大数据的技术拿过来。是，那中国大陆怎么可能给你这个东西？绝不可能会给你。所以我认为 TikTok 未来命运如何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中国是绝对不会同意出售的。是，好，请教李教授怎么看呢？
对，因为 TikTok 其实我们注意一下TikTok 其实有这样的禁令，其实在川普1.0就有。川普1.0当时他对 TikTok 是蛮站在部分国会议员的看法，认为说可能侵犯到隐私，而且基于国家安全，数据被北京所掌控等等等等。然后这些禁令开始要成型是在拜登任内，那国会有很多一些国会议员很关切这个议题，是，所以当时的这个拜登政府也下令说，这个联邦机构政府是你不能去使用相关的这个 app 等等。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 TikTok 很年轻的 CEO 周受资这新加坡籍，在美国国会面对到很多这种非常严厉的这个询问的时候，基本上是回答是有理有节。但不管如何最后 TikTok 有这个走法律的这个诉讼的程序，但是呢，这个禁令基本上还是到最高法院，应该是在川普上任之前，这些诉讼被驳回。但是呢，这时候大家发现，川普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其实得益于 TikTok， 因为他发现到说，这个美国的用户这么多人，1.7亿人。所以他在过去一般认为说，川普在争取年轻人不如拜登，不如民主党。但是这一次让他发现到 TikTok 的一个强大的功能，所以他一上任所签署的这个命令就是说延长它75天。那4月9号75天没有办法达成成果，再延75天是。目前来说我会觉得说，不见得会完全不会得到协议。因为对中国大陆而言，可能他也会把它视为是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些筹码，在跟川普这边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些交易。是。那现在川普要求的地方就是按照法令是要成立新的公司，把美国的业务分拆，要把这个 TikTok 的本来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把它稀释到20%以下，这是川普要的东西。但是从刚才所讲的这个关税，一直到 TikTok， 川普最新讲话是说，我愿意降低一些关税来换取 TikTok 这个协议能够很成功。所以一切都可能是在谈判过程当中。但回到个老问题，2-3个礼拜之前，还有媒体在讲说，这个美中领导人可能在4月见面，可能吗？目前来看，几率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如果对双方而言都没有一个表面上的台阶可以下的话，比如说大家把关税各自往回放，或是做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折中的讯号的话，对川普来说，他也没有见面的这个本钱。那对习近平来说，他更加的这个保守跟谨慎。是。那也不会在这种面临到压力的状况之下说我去美国，不可能，因为会把自己陷入到很大很大的政治凶险。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观察是，还是要让子弹再飞一下，看看最后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所有的议题，基本上都有可能做某种程度的联动。因为这2个国家的谈判的筹码比较近似，跟我们跟美国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是。好，请教李将军怎么看呢？我觉得甲亢哥这趟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亮点，譬如说这个娃娃音这个女孩就是一个亮点。是，其实娃娃音真的平常讲很可爱，很好听。对啊。比如说蔡圭以前就是娃娃音嘛，对。林志玲也是娃娃音嘛，那以前我们曾经还有我们国军有一个这个女兵接受访问的时候，那我想大家印象很深刻，他在那边讲我们接到上家的命令，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哇！我看全大陆来讲，只要他一出来，解放军就投降了，心都融化了，心都融化了。我那个画面，我相信很多包括大陆的网友应该都还有印象。这个娃娃音真的是很可爱。我建议这个女孩她可以往影剧界去发展，因为这是老天赏你饭吃，让你有这么可爱的声音。对。那甲亢哥这次到大陆，当然他自己本身他就有很高的一个网红的流量。对。但为什么我认为他这次到大陆就会特别的这种引起疯狂呢？因为东西文化确实有很多的冲突，那冲突之间激起的火花那种火花是最美的。有话题。我讲一个最浅显的，譬如说，他说他到少林寺去，印象最深刻。那我对他到少林寺拜师学艺的过程我也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中国有拜师的这一套，对，那外国来讲没有拜师这一套，对，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那大家就看到他去敬茶那个动作，那中国人觉得很有趣啊，这一个外国人愿意学我们的。另外来讲，你看他练武功的过程里面，东方的武功讲究是底盘呢，所以你看中国人练武术，他一直是在蹲马步啊干什么的。那西方的武功讲究是上盘，他们是拳击。对，所以像这个来讲就不一样。所以大家看到他这个踢腿啊干什么，蛮有趣的哈，就觉得很有趣，因为
西方，但是如果说是他到西方去学拳击来讲的话，给人家感觉就没有那种文化就比较冲击的那种这种火花就不会出现。当然，这次他在大陆是无滤镜的一个整个过程包括他坐高铁，然后整个网络5G 网络没有断线，他自己也很讶异。另外，他去试乘的小米 SU 的车子，然后他自己亲口讲说，哎，这个车子速度比我的兰博基尼的这种开起来还要过瘾，而且价格便宜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这些不管是开车啦、玩这个网络啦或各方面，都蛮切合年轻人的投年轻人的喜好，所以难怪他会在大陆上面造成这一股的旋风。那我们也很热烈的这个希望他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也到我们台湾来玩，来台湾看看嘛。那我们台湾也有很多是有趣的文化跟大陆文化有一些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日月潭啦，我们有阿里山啦，对，我们台北有101的大楼。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观光单位交通部单位应该设法去邀请他来，然后替我们的台湾观光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南极有个无人岛都被打到了，这个岛在哪里？南极澳洲的这个唐纳群岛附近，这个岛啊就征收10%的关税，大家笑啊，很奇葩因为这个岛上只有企鹅啊。大量的企鹅是在征谁的关税啊？引起了国际强烈的嘲讽，网友各种迷因图来了。哎呀，白宫这个座位上是谁？这次不是泽连斯基啦，是企鹅。企鹅啊，付关税啦，然后企鹅在抗议啦，川普说没有啊，那你这什么 ？Of way 啊 ，of away 啊 ，go away 啊，就是说离开啊，滚开我们企鹅国岛啊，等等。那其实很多国家都很难想象说，缅甸现在还在受灾，重创当中还在营救。川普有没有派人去？看起来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营救队伍。但是连这么大地震重创的国家没有伸出援手，也被科了44%的关税，比台湾还要重那另外有一个国家叫做这个赖索托，记得吗？那时候川普就职的时候，有一个国家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啦，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啦？那个国家被伤害嘛，叫赖索托。不是你没听过，你还要去伤害他，这才奇怪吧？伤害了那一次之后，结果他去年的国内生产总额才20亿美元。结果川普也对他课税，而且课多少？50%。我本来以为越南是最高的，搞了半天，原来最高的在这里，就是这个他没有听说的国家，课了50%的关税。然后斯里兰卡也有44%。这是国际货币救援组织在救援的国家斯里兰卡也有44%的对等关税，到底是为什么？标准在哪里？大家觉得天哪，神奇了，川普。所以川普的高额关税，越南、柬埔寨现在只能选择低头吗？那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已经通了话，表示越方愿意把美国的商品全面税额归为0。全部免关税，但是有个条件希望对方也一样对他采取相同的标准。那我们卖到美国去，你也是0吗？我不相信川普会愿意。是说梦话嘛？对，那柬埔寨也一样这样的做法，即日起立刻下调，就是用软的来，从35%下降到5%啊。所以呼吁美国要暂缓关税实施，到底有没有bargain的空间，还有的瞧。但是川普科这个关税，大马的首相说，东协会商讨采取一致的立场，大家一起来，不管要软的、要硬的、要谈判还是怎么样。而日本呢，过去一直跟着美国走的。日本现在其实也是有点情何以堪，但是还是比台湾好啦石破茂首相公开的说，川普对等关税，他形容叫做国难，对于日本来讲非常的严重。朝野要合作，一起采取最充分的应对措施。其中呢，光是汽车可能会造成日本汽车的出口损失170亿美元，非常的严重。那川普惹怒的玩家里面，包括日本的这个扛不住的关税以外 ，Sweet Two 很多玩家很喜欢，马上要上市的这个电动玩具先暂停踩刹车卖到美国去，因为未来可能至少会大涨50%。现在先不卖再说。但是说真的，跟日本比起来，台湾的企业家更惨，帮着日韩打台湾的竞争力更糟糕。所以欧洲呢，刚刚很多人讲是不是还等着要谈呢？德国呢，考虑直接说要从美国还在考虑从美国撤回1200吨的黄金储备来回应川普移回欧洲来。那美国对于进口车征的这个25%
25%关税生效了，福斯汽车已经暂停新车卖到美国去，因为这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去都一样。德国绝对是重灾区，当然影响这个德国的汽车产业非常的严峻。那么欧洲呢，有一个地方，这个国家我们还研究了一下在哪里啊？在意大利境内有个国中之国 San Marino 这个圣马力诺这个国家说。对于美国的关税，它只科了它10%，很少。所以像很多意大利啊、欧洲企业开始评估，我干脆把企业公司搬到这里来避税算了。这跟当初我们搬到越南或是搬到其他国家的概念是一样的。但谁知道川普下一招会怎么样呢？那欧洲长期一直对于中国这种抗中站在美国的立场，现在呢？可能要转变了，可能都要产生跟中国更紧密的经济连结吗？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说，中美应该共同抵御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如果中美没办法这样做的时候，欧洲加入吧。那还有一个 AI 的假影片，说巴菲特也说，对于对等关税是相挺的，他赶快出来澄清，怎么可能？巴菲特所属的波克夏公司随即出面澄清，影片中的言论根本不是巴菲特说的，就是巴菲特怎么可能挺这种川普的政策措施，是这么的盲目的全球对开战呢？金融时报的社论呛川普，对等关税伤害全球，美国是自残的行为，令人震惊，沦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自残行为，各家庭、企业、金融市场都造成了难以言喻的伤害。看美股大跌就知道了，将军。这个美国国防部长不是川普最忠诚的干部吗？要完成川普的诺言，派陆战队到南极抓1000只企鹅，达成了他科10%的税，每个动物园送。所以这种荒谬，就你科的对象不就荒谬吗？还有荒谬的是的。越南说：“我把美国进口关税降到0。”问题是，越南要买美国什么东西？美国会算啊，你越南买得起我什么东西啊？粮食越南是产米大国，对不对？你有什么东西要跟美国买？你说买美国汽车吗？那中国大陆的比亚迪在旁边，你买哪一部啊？谁便宜啊？所以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川普可以讲是叫做关税狂魔，漫天乱舞。问题现在就是说，这些国家醒了没有？你看那个漫画，其实一点都不错。他拿锯子锯那个美国的国土，《经济学人》的封面。你要画那个漫画更好看。那个油漆匠在漆地板，他没有向门口走，他漆到最后自己在墙角，地上的油漆都没干，你怎么出去？将来会把美国自己困成那个样子。因为大家都跟你不做生意，川普原来的号召是增加就业机会，逼你这些厂回美国。如果这些厂在美国有利可图的话，早就在原地盖厂了嘛。为什么？你的工人是就是成本考量嘛，成本考量那么多，而且讲难听的话，工人懒啊，也不学专业知识，也不愿意辛苦加班。你想，台积电到美国去。美国工人用不起，又贵，所以美国商务部长说，我们为什么不用机器人来代替生产线？好，问题在这里，就算搬回去的厂，它一定是用机器人，它要减少成本呢，因为你美国的原料这也贵，工人也贵，工会又难搞，对不对？环保那些要求也很高，那你怎么办？你只有大量裁员嘛。现在美国已经很多公司在裁员了嘛。所以你想把人家逼回来，这个愿望是达不成的。你只有照着全世界叫共产，那个惨叫什么？很凄惨的惨。为什么？台湾也很惨了。台湾的台商在越南投资设厂，墨西哥设厂，你搬的速度永远没有人家一纸命令来得快嘛，对不对？所以你无处可逃。再加上我们的国防预算还要增加10%，我们有这个钱吗？如果哪天老共火大了，对台所有生意都不做了，你看看，对美出口要是32%的关税，还要买武器，还要买这个高格的国防，这边大陆钱也赚不到，美国钱也赚不到，台湾真的跳海啊！我们台商赚了一点钱，现在也被封死了，
哦，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还在搞大罢免，哎，你的国安团队跟我们三军统帅的领袖拿出点办法，救2300万黎民百姓啊，将来怎么吃饭呢？样样都靠进口啊。因为川普所演示的叫做一个以大欺小、以强示弱的这样子的国际法则。你看看柬埔寨，你看看这个小岛，还有只有企鹅的小岛，或者是被川普说不知道名字的国家。我觉得啊，我接着将军讲的话啊，顺便说一下哈，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小企业已经强调，如果说是32%的关税，会让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减少63%，63%呢，超过一半以上呢。这代表什么呢？尤其是我们那个半导体以及电子产业，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终于啊，这个大罢免可能要面对一个极大的压力啊，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片面的会感觉到。我觉得川普本身这个流氓措施啊，其中是包含了，其实川普用拿这个电锯割掉美国，他割掉了美国，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关税的增加让美国人的通货膨胀增加，一点也赚不到钱，他自己脑袋不知道怎么算的是这个赚钱。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他用这个贸易赤字来作为关税的基础，没有听过这种搞法的，请大家记住啊，这是你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实际上的一个结果，你川普你知道吗？你损害的是美国长期累积出来的名望啊！为什么德国的黄金要放在美国啊？大家知道吗？马斯克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所有德国的士兵都往美国的阵营那边投降，不敢到苏联那边去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国之间的信誉不一样。那现在川普做这种事情的话，等于是把美国的最重要的资产，就大家对他的信赖感都完全是抛诸脑后啊。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川普这一次提到的关税当中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现象？以往我们听到这个关税要提升的时候，就算有的话，大家也是说给你60天、90天、100天的时间。这次不得了啊！25%的汽车就是4月5号，今天都4号了，明天了，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就是开始的话呢，就是其他的所有的，就是4月9号，大陆那边的话呢，34%要对撞，哪里有时间这么短？我说句良心话，很多的船只开到美国，接到通知了。你不能上岸了，一上岸价钱不一样，报关不一样，不敢报关了，卡在公海中间不敢回来啊。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就是美国本身的话呢，都是非常不确定、不稳定。所以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让我最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美国居然有非常多的人支持川普这种做法。我今天早上听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川普不管怎么样，他是爱国的，川普是爱国的，他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爱国啊。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你看对台湾抽32%的这个关税啊，大家知道吗？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产业当中，一般人赚钱赚不到台积电的钱啊，一般人赚钱赚不到电子企业的钱啊，一般人只是说他们在那边的话呢，消费的时候啊，本身来讲的话，他们要能够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是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了。我们为了半导体的产业付出多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针对于国家来抽税，痛苦是压在所有人身上，赚钱享受是少部分人身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想想看，这个还得了啊？我们在台湾能够经得起这种场面吗？对不对？那大家现在的话呢，我们的政府本身该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大家都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最大的筹码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那现在全部送出去了，不但送出去了，还自己花钱送出去，不是自己花钱，人家还嫌钱不够，人家自己会觉得说你们越产越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越稳定越好。居然说我们是偷的，居然说我们这个原来美国有很多，现在要准备收回来，全部夺回去。哇，我们看到这种事，内心非常非常激动啊！我一读完书就马上就回来了，现在昏到成这种样子啊，真是太难过了。严老师，您是非洲专家哦，所以看到赖索托的处境，应该设身处地想象。他这个叫做二次伤害啊！第一次说没听过这个国家，那为什么 USAID 还要去援助他？那第二次，既然你没听过，那你为什么还要很重课这么重的税？而且赖索托在南非里头算是一个挺美国的国家哦，你都不研究，我觉得这是川普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他从来不去看这个国家，这个我们讲的 track record 过去的历史，他是跟你友好的啊，跟你友好一点好处都没有。
然后其他有些国家啊，你看像越南改变了态度啊，跟美国现在算是缓和了，结果税你照样这样子搞，我觉得真的是在跟川普来往真的没有任何好处，而且非常难以预测。所以台湾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从这次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要比川普更川普啊，我们要更疯狂一些，他才会在意，否则的话，他就是真的是很糟糕。那我觉得我刚刚也提过，很多的非洲国家今天会面临到就是川普，你过去美国政府所承诺的东西都不算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到最后你等于是帮中国大陆开拓了一个新的又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挥洒了啊！就是大家觉得说，至少中国大陆不会跟我们玩这一套，那我还是跟大陆来。那川普可能会觉得说，今天中国搞非洲没有关系，我只要保住我的西半球。但对不起啊，你的格局是越来越小啊！这个他现在搞的关税，就是像100年前胡佛搞的一样，胡佛那时候到最后搞的是经济大恐慌，你现在可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那台湾，我相信，对不起，礼拜一开始啊，我们搞不好要放一个灾难假啊，就是应该这个是过去是天灾，这个大概是川普灾啊，就是整个股票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川普所造成的这些问题，讲起来，美国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共和党这些大企业领导人，你们难道都没有办法阻止一个疯狂？那你美国的到底这个软实力卖出来的民主政治，到最后的结果是竟然是让全世界遭殃？这个是美国这是美国想要推销的美国价值吗？我相信不是了啊，就是让大家看到，确实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非常贪婪，非常一个没办法。就是容忍其他人所有的。那我刚刚讲这个关税，就好像共和党一样，过去美国说有钱人，那你关税，我们讲说一般缴的税比例重一点嘛，就是累进税嘛。他不是哦，他把穷的国家一样课税，那就跟共和党说提出来一个 flat tax 啊，10%投税一样，对，就一样的嘛。所以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现在的状况是让全世界会唾弃的。好，接下来看看，我们在台海当中的演习才刚刚落幕。那么现在发现哦，美国的卡尔文森号的航母穿越了马六甲海峡。上次在我们演习的时候，大家问那美国航母去哪里了啊？现在看起来本来往中东去，暂时停止之后，现在穿越马六甲海峡。那中国的航母呢，则是山东舰呐。参加解放军演习之后呢，礼拜四回到了南海，继续在南海这里有互相的较劲。航空母舰没有碰到，但是飞机的部分，中国的歼10C 战斗机在台湾附近拦截了美国的 RC-135吗？那么这架侦察机是从琉球群岛起飞的，接近台湾以北的这个100公里附近的时候呢，就发现进行高强度的监视行动。这个时间点就是在解放军海峡雷霆2025A 演习的第2天，那就被认为说是要侦察山东号吗？所以呢，中国大陆方面还派出了这个潜舰等等的，所以去把它用歼10给驱离了。美军是不是被川普现在的状况处境，其实在内部更是一个不确定的未爆弹。那么对等关税干扰经济之外，包括 F-35，还有美国的重要挪威啦、以色列进行中的重要火箭防空计划都会出问题，因为很多的军火生产的原物料都来自于国际甚至中国大陆呀。这个三国美英澳三国联合的建造核子动力潜舰计划分享的计划，现在恐怕因为价格太高，要画上句点了。而大陆立刻动手管制的这7种稀土，一念出来，通通都是目前军方最需要在这些国防设备上需要用的这个设备跟原物料物资。所以呢，现在主要应用在先进武器的精密电子设备都可能出问题，连人力都出问题。因为川普不是要大刀砍人力吗？五角大厦面临预算删减、战略调整，还要砍掉9万名现役军人，这是美军现在正在做的事情。45万要减到36万，那川普还要再砍美军高层哦。高层先前砍了几个政治不正确、他不喜欢的高层。现在国安局所隶属的这个
国防部的司令部司令霍格也被罢官了，国安局的文职的副局长也被撤换了，那调到五角大厦等等这种办公室。纽约时报指出，霍格在公开场合上的态度很严谨啊，那跟现在川普的格格不入的新班子是不一样的，所以反而像这样专业的文官几乎全部被撤换掉了。而在美军基地经营 GMC 是什么呢？一个中资商店，专门卖什么维生素啊、营养品啊，现在呢也申请破产，2020年申请破产之后被中国买进去之后，是现在呢到了这个军方的商店里面在开设的情况之下，美国众议员还担心啊，哇，连卖这种维他命啊都有问题啊，会比购买国外的土地还要疯狂啊！军方进驻的企业居然是中国大陆的吗？但这有这么严重吗？国家安全现在更大的是其他的吧？现在在太空的大战是这样的哦，中国大陆建了6大的武器，说要攻击太空卫星嘛，这也是美国的太空司令他发出的警讯。他们认为中国发展的这种陆基、天基定向能够定射频的跟其他先进武器射动牵引到了攻击太空卫星的能力，那么威胁到美国在太空的活动。那么真的吗？有卫星斗狗吗？可以卫星打卫星，然后让整个太空焦虑取得的焦虑让美国这么紧张吗？那像看 SpaceX 好了，既然很怕中国的科技，所以 SpaceX 跟 ULA 就赶快五角大厦全力的往这边来合作喽，马上有数十亿美金的发射合同要给 SpaceX 说要拼命尽量的多把一些卫星送到太空，才能对抗中国在太空的计划，包括连鸟类的保育区都变成了 SpaceX 的火箭发射场。外媒的报道呢，Washington Post 这个考虑呢，连新建火箭展开全球的快速货运运输，都在现在军方的计划里头，全部都 SpaceX。股价跌嘛，其他地方可以补回来吗？陆企现在马上就要实现叫做火箭电磁弹射，倒是让 SpaceX 非常的紧张。它本来是龙头的地位，但如果2028年如他们现在所宣布的新核动力能够实现首次电磁弹射火箭飞行的话，那未来这种又便宜又快速的成本的发射方法，当然会把 SpaceX 最强的强项就是把成本 cost down 这个做法航班化的发射，那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纪了。中国航天朋友圈说不断的扩大，包括了对地的观测、深空的探测，还有跟200份不同的政府之间的合作，连印度的工商部长就公开的说，其实呢应该要跟中国大陆同行，学习创造科技结果国内还骂他了一顿，说因为包括了机器人、自动化、机器学习，都要看看学中国进步的多快但显然现在抗中，美国还继续做，但是还能抗多久呢？在这样的激烈竞争冲突底下，将军，首先我们讲这个卫星的问题这次俄乌战场上，我们看出来，马斯克的星链发挥很大的作用。星链一关，乌克兰的部队就不知道怎么打，都忙了。忙了。这个星链呢是怎么构成的呢？它是要打很多颗低空卫星，就24小时围着这个战场全球来转。那一共那个高度大概最大容量是5万多克，它那个气层呢，美国已经上了1万多了。所以中国大陆急得要赶，但是送卫星上太空是很贵的。各位看你们都开过车子，车子起步的时候油门是不是要大一点，它才能动嘛？跑起来以后速度就油门耗油就少嘛。这个火箭送卫星它刚开始的时候要喷很大的燃料才能够维持起来，还要维持稳定不能倒。所以这个时候燃料花的最多。那现在中国大陆搞一个什么新玩意儿呢？因为航空母舰可以用电子弹射，它可以在地上铺个很长的电子轨，到最后弯起来。那这个火箭呢，就在这个电子轨上加速，加到某个速度以后它对着天上去了，起飞。那它起飞的时候，它就省掉很多燃料了嘛。这个时候它2次点火冲上去就轻松了嘛。你看飞机上放火箭，火箭走得更快，一样的道理嘛。那中国大陆利用这种可以做大型的火箭，里面多带几个卫星就可以赶上了嘛。将来在太空里面，我的侦察能力、锁定能力就比美军强嘛。所以这是2个在比赛，马斯克也在搞这个名堂，就是说
以前传统是用火箭燃料把它推上去，现在用电子轨，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变成科技上啊越来越多的代用品。你像我们以前就在比谁的坦克车大，谁的坦克车装甲厚，谁的炮打得远。无人机出来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炮兵准的是30公里、40公里，无人机飞100里都是很轻松啊，又准又便宜。所以很多东西啊，第二个。上次我就纠正这个媒体讲说，马斯克跑到美国国防部去听打中国的计划，我说这鬼扯，为什么？马斯克是川普身边最大的红人，主张要裁国防预算。我们观察美军这么多年，很少看到美军将领这个起来讲话，那个起来讲话，干嘛？急得要钱呐！你还要砍我国防预算500亿，我现在人也砍啊，生吃都不够啊！因为美国碰到要换装了 ，F-18要全部换掉啊，2代机、6代机也要花钱啊，那是不是找马斯克来？哎，拜托，你再砍我们就危险了，这个就比较合理了。因为马斯克不懂科技啊，他已经批评 F-35是不好的飞机啊，妥善率又差，做的又贵，对不对？你 F-22太贵，我停产。你6代机拿6年以前波音的飞机拿来充数啊，那会好吗？所以你看，美国的陆海空军将领都急得要死啊。因为我在国防部干过啊，天天围着部长的3个总司令，哎，我这个要钱，那个要钱。我到国防委员会，我当召委也是跑来，哎，预算不能冻结，对，就是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你去猜。一个商人去管你什么打中国怎么打？没有啊，国防预算。你看现在陆军都要裁9万人了，你知道他有多艰苦？美国一个士兵可以养我们一个将军呢，啊，6000、7000美金起跳啊，真的很贵，真的很贵，真的很贵。对，你们觉得要钱容易，给我们哲学家容易多。他一个士官都1万多美金呢，我们上将才拿18万台币啊，是，那1万美金是多少？所以要大砍特砍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的军演在两岸之间刚刚结束紧张的对峙气氛，美军的动态观察一下。大家知道吗？卡尔文森号要去哪里呢？卡尔文森号原来是在西太平洋的，现在准备到中东去啊，要打胡塞拖鞋军啊。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当中啊，就制造出来这个感觉啊，就是美股下跌，就股市、债市、房市跟汇市啊都会下跌的话呢，美国强是因为有3项原因，就是美元、美军以及美国梦。啊，如果美元不行的话呢，那美国梦也不会太行的。那现在美军的话呢，在这里面呢，介绍了出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美国的大兵要删除9万人啊，美国大兵人都不够啦。我跟你讲，美国大兵只有2个条件，一个高中毕业，另外一个不吸毒，都招不到人。现在删掉9万人，但是还删掉一些 DEI 的人哦。啊，对了，删掉 DEI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这边讲，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呢，他自己的那个要前阵不是在讲的吹牛吗？讲那个 F-47啊，川普不是47任总统吗？啊，这个47任总统的话呢，那你做的这种6代战机，你需要很多精密的这个材料啊。那现在大陆的话呢，全部都是管制了，不能出口了。那个字我也不会念啊，但是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说6代机的必然的需要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美国的高阶将领说拔就拔，哇，不知道是这种情况啊，这个非常严重啊！我们在台湾再胡搞也没有说把高阶将领说拔就拔，以为都觉得很难取代。我们会觉得说，那他原来的话是干啥工作的啊？我们以前的话听到美国将官来，哇不得了啊！哇，我觉得美国总统就是5星上将啊，对不对？艾森豪那时候来台湾访问的，那还得了，对不对？现在搞了个半天呢，都是士威素餐啊，说拔就拔啊，没有引发任何的效果。哦，这个我很怀疑啊，就是说美元、美金、美元、美军、美国梦都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晓得美国是要靠什么生存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如果看川普第1任的时候，他其实蛮崇拜军人，找了几个军人做国防部长啊，做这个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幕僚长，做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结果发现他们管他管得太多了，后来都做不了。就是
那个时候有一个参议员讲的最出名的一句话，他说：“哎，白宫怎么搞？没有大人在监督啦，啊，就是这些军人把他至少没有让他犯很多错，可是他对他来讲觉得绑手绑脚，所以他这一任你看所有的位置没有给军人的，然后现在还报复军人，我觉得这个就是川普啊，他这个人有仇必报。那问题是那几个军人都退休了。”在这边写传记，在那边赚钱了。你现在报复的是美国的国力，没有人比我懂啦，没有人比我懂。